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leo。前几天我收到了2卷我拍完的胶片，所以在这期播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的胶片的照片。这些照片里面有我去香格里拉旅游的照片，还有一些我在昆明街头拍的照片。我拍了2卷胶卷，一卷是 Kodak 的 Portra 400，还有一卷是 Ultra Max。好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了，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播客吧。好，这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1卷胶卷的第1张。这卷胶卷是在昆明的街头拍的。我当时看到这一排树，我就觉得好可爱，它们长得非常特别。当天是一个大中午，所以你能看到有很强的阴影。不知道这些树是被风吹弯的，还是长歪的。我觉得被风吹歪完全有可能，因为昆明的风真的很大很大。不知道现在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现在的窗户外面就有非常大的风。然后我当时觉得后面的建筑也非常好看，非常整齐。主要还是因为这1、2、3、4这4棵树非常吸引我的注意，然后我就按下了快门。然后在照片的中间还有一部分留白的，这部分留白还有4根电线杆，这个我们叫电线杆，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对，这就是我的第1胶卷的第1张。然后这张我也非常喜欢，这张是当时我们走在大观公园的路上，那条路上有一座桥，这个我们叫桥，你可以看到有几个人走在这个桥上，这个桥非常的高，然后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条绿色的河，这个我们叫河，有一条绿色的河，然后两边就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街区，旁边有大爷在打牌，或者有些小商店，然后当天的阳光也非常漂亮，然后旁边有非常绿意盎然的树，有非常漂亮的阳光照在叶子上。我非常喜欢这边有几个人走在这个桥上面。我当时在这个桥面前停留了几分钟，等待有人走上这座桥，然后我再觉得构图合适了，然后我就按下来快门。所以在这张照片里你能看到4个男人，一个男人是往前走的，还有3个男人是往后走的。我觉得这张图的构图我也非常喜欢。好，我们看下一张。对，这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当时我看到有一个大妈，她在路边卖水果，然后这个水果摊小小的也非常漂亮。然后这个阿姨她就坐在旁边看手机，她也没有注意到我。然后我就调了合适的光圈，快门，就按下了这张照片。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是一个大光圈，所以你能看到背景都虚化了，背景都模糊了，都不太看得清了。然后前景有水果摊，还有这位阿姨，还有一辆摩托车，还有一辆电瓶车，对吗？然后这个阿姨也卖好多水果，有香蕉、橘子、苹果、西瓜，还有小橘子。我觉得这张照片也非常漂亮，然后还有非常漂亮的阳光照下来，你能看到地上有一些树的阴影。然后这个
阿姨也一直在看手机，没有注意到我，所以我大概花了1分钟的时间调整我想要的构图，还有相机的参数，但是这个阿姨就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我。我很喜欢这张。好，让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是一张风筝的照片，这些五颜六色的彩色的我们叫风筝，也是在大观公园的旁边，当时有很大的风，然后这些风把风筝吹动了，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当时还有非常漂亮的阳光，然后我就在这里拍了一张风筝的照片。好，下一张就是我在大观公园拍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媚、晴朗的一天。这是一个小湖，你可以看到在湖上面有一些小船，有一些游船，然后在不远处有一个摩天轮，摩天轮就是这些在游乐园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游乐设施。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盘，然后有好多好多小的舱位，然后这个摩天轮会转动，你可以随着摩天轮坐到最顶上，你就可以从高空中看到整个城市，这个我们就叫摩天轮。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公园里有非常漂亮的绿色，有好多好多的植物，然后湖面也闪闪发光的，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好，我们看下一张。这张是我在这卷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当时我们在大观公园里面，然后我回头一看，我发现有一个大爷正在睡觉，他在草地上面睡觉。我觉得他睡得特别有趣，一个是他用一顶蓝色的雨伞遮住了头，一顶非常非常小的、非常迷你的蓝色的雨伞遮住了他的头。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固定住这个雨伞的，反正这个雨伞就刚刚好的、非常完美的挡住了他的头。然后他穿了一件粉色的 T 恤，然后穿了一条牛仔裤，就这样在公园的草地上面睡着了。当时可能是下午的3、4点钟，也不是午睡时间咯，但是这个大爷就非常非常悠闲，非常安然自得的在草地上睡着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这种草地上或者是在户外睡着，反正对我来说，我只能在床上面，只能在安静的空间里能够睡着。但如果是在公园的草地上，有各种风，有各种阳光，还有各种声音，这个大爷好像还没有戴耳塞，他就睡着了，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竟然能在公园里面，在这么吵闹的环境下面睡着，我觉得非常厉害。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片草地上还有非常漂亮的阴影。我也非常喜欢这些草地上的小花，是小花吗？这些白白的小花。对，然后这就是我在公园拍到的非常非常好玩的一张照片。好，下一张照片也是我在大观公园拍的。我当时看到了这把非常漂亮的椅子，它的椅子腿很长，有点像是在游泳池旁边那种救生人员的凳子，他们的凳子腿很长，然后这个凳子是橙色的，我觉得非常漂亮，还有后面有很漂亮的绿色的小树，还有阳光的阴影照在凳子上，也非常漂亮。然后下一张是一张风筝的照片，
当时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只风筝，它被卡在了这个树林上面。然后当时在下面有一个老大爷拿着一根杆子，想要把这个风筝给弄下来。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放的风筝被卡到了，可能是树上，也可能是电线杆上，也可能是房子上。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风筝的主人应该很焦急，应该很着急的想要重新拿到这个风筝，不知道。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画面也非常好玩，我就按下了快门。好，下一张是一张大经幡的照片。什么是大经幡呢？大经幡就是我在香格里拉看到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彩色布条，然后它在这个布条上面会写很多的藏族的经文，所以从这张照片之后，就都是我在香格里拉拍的照片了。这个是在我旅店旁边有一个大经幡，然后当天是一个阴天。如果大家看过我上期香格里拉的视频的话，就知道当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天是一个阴天，没有很大的太阳，所以你能看到这张照片有一点点的欠曝。我觉得这个大经幡真的很漂亮，特别是当有风的时候，这些彩色的布条都被风吹动，然后你还能够听到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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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彩色布条在风里面被拍动的声音，非常非常漂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香格里拉的那期 vlog， 非常非常漂亮。好，我们看下一张。这张是在大经幡旁边的一个白塔。我觉得可能是当时我的相机参数没有调好，现在我感觉这张照片有点欠曝。但从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当天是一个阴天，没有很多的太阳，有很多云，是一个多云天，或者应该是个多云天，阴天。有一个白塔，这是一个也是藏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建筑非常特别，非常漂亮。然后这张是一张自拍照，当时我看到在大经幡的旁边有一面超级大的镜子，在地面上有一面超级大的镜子，然后我就想，太好了，我可以拍一张自拍。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的下半部分是我的腿，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裤子，还有一点点鞋子。然后照片的上半部分就是我对着这一面镜子自拍的照片。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我在镜子上放了一枚镜头盖，但是我的镜头盖已经全部都虚化了，然后我的脸，还有我的相机，还有我的裤子都是清晰的。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下一张也是一张我的自拍照。我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立刻把它设置为了我的 YouTube 的头像，还有我 Instagram 的头像。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一个是我觉得这张照片的颜色我非常喜欢。Portra 的400是我最最喜欢的一卷胶卷，它的颜色非常特别。尤其是当你在拍人像的时候，它这种温暖的质感我非常喜欢。当时我们是在一个藏族的一个刺绣的店里面，我看到了一面镜子，我就按下了快门。我觉得 Portra 400在
人像方面实在是太优秀了。这整张照片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再加上背景的虚化，还有我的脸部细节，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是一张非常非常完美的自拍照。好吧，我知道我有一点自恋，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我当时穿着一件荧光色的冲锋衣，然后背了一个橙色的背包。我也非常喜欢我的表情，跟我以前的自拍不一样。我以前的自拍可能更多的是大笑或者微笑，但是这张照片的表情有点认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我挺喜欢这张照片我的表情的，你们觉得呢？你们喜欢这张照片吗？好，下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阿布吉措徒步的照片。我觉得阿布吉措的山，特别是绿色的山，也非常特别。它不像我之前看到的山，可能都是同一种颜色的，但是你能看到阿布吉措的山，它好像是绿里面也有绿，你可以看到有墨绿色，有翠绿色，还有黄绿色，就有各种不同的绿，像是绿色里面带着绿色的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旅途的最前面的时候拍的，所以你能看到没有很多的雪山，基本上是绿色的山。下一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当天是一个早上的可能10点钟，然后这里有一块石头，然后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在这块石头的阴影的部分有一些霜，有一些雪，非常漂亮。能看到这里有一块蓝色的阴影，是块石头的阴影。然后在这块阴影里面，你能看到有一些蓝色的、淡蓝色的冰霜。然后在阳光照到的地方，就是干干的土，黄色的土。只有这块阴影的地方，你能看到有蓝色的很漂亮的霜。我觉得这张照片也非常特别。然后你能在徒步的路上看到好多好多这样子蓝色的霜，被石头挡住的阴影的地方有很漂亮的霜。然后这张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风景的照片。你能看到在远处有雪山，在靠近我的地方有一些绿色的树。下一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我其实拍这张照片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棵非常特别的树。我不知道这棵树是被砍掉了，还是它可能受伤了。总之它缺了一块树干。我觉得这棵树非常的特别，非常好看，我就拍了一张树板的风景照片。好，下一张我们就能够看到雪山了。你能看到远处有非常非常漂亮的雪山。当时我们就走在这个小路上，然后雪山就慢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们的向导对我们说，翻过这座雪山。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可能他只是为了想鼓励我们，或者让我们继续，让我们加油。但是后来我们没想到，我们真的到了雪山上面，我们真的爬过了这些雪山。对，我觉得胶片的魅力就在于每次当我回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当这些胶片可能在1星期之后，或者2星期之后重新被洗出来之后，你再次看到了你的旅程，你再次看到了你走过的那些路，你再次看到了这座雪山，你好像觉得又是不一样的体验。可能在爬雪山的当天，
你可能会觉得很累，你的腿很酸，在雪山上面很冷，风呼的吹，你可能手会变麻。当天你的脑子里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感想，但是可能当1星期之后、2星期之后，当这些胶片被洗出来之后，你再次在胶片里面，在照片里面，在你拍过的这些摄影照片里面，再次看到了这座雪山，你会觉得，哦，这座雪山是我爬过的雪山，是我真正经历的雪山。然后在照片这个媒介里，你能够看到这些很细节的颗粒，你能看到胶片在冲洗过程中的颗粒，你能感觉到你好像把那一天拍下来了，然后在这张胶片里面，你又能够回想起你当时的感觉，你当时呼吸的空气，你当时吹的风，好像在短短的，在很简单的、很小的一张胶片里面，所有的这些感觉都好像回来了，你能够闻到，你能够听到这张照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摄影，因为我非常喜欢回看，我非常喜欢回顾我走过的路，我遇见过的人和我看过的风景，然后胶片它好像能够帮我记录下那个时间。当我回看的时候，我能够想起来我当时做了什么，还有我当时为什么拍下这张照片。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回忆。然后到了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我当时没有很大的期待，但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洗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哇，有点失语，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张胶片冲洗的特别，还有可能是扫描的特别，也可能是当天的阳光太刺眼了，所以你能看到在这张照片的右半部分，它是有点曝光不足的，然后你能看到各种雪山的细节，这些雪山黑黑的岩石，还有白的雪，这种非常强的对比度，我感觉哇，真的太漂亮了。雪山它跟普通的森林里的有植被覆盖的山不一样，它只有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当然中间还有一些深蓝色、藏蓝色，还有深黑色，这些非常有强对比的颜色，我就觉得雪山真的太神圣了，太特别，太有力量了，太简单了。然后前面还有一片黄色的草原，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色的草原。我觉得可能是漏光了，或者是胶片冲洗的缘故。总之，这张照片有非常漂亮的颗粒感，还有非常漂亮的光感，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下一张是我在草原上的一张照片，我当时双手插兜，我们的向导在我们进山前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条这个红色的带子，这样他看到这个红色的带子，他就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人，这个是我们队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这样红色的带子。然后当时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可能风有点大，然后这条红色的带子就被风吹起来了。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好，然后这就是这卷胶卷的最后一张。你能看到，因为是最后一张，所以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已经缺失了。然后我们看到在左边的一部分，可能是我在徒步的路上拍的，
你能看到我们已经走到雪山的区域了，地上有好多好多雪块，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登山者走在我前面。这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虽然它有一大部分都是黑的，但我觉得它标志着我整张胶卷的结束，它标志着我这段旅程的结束，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好啦，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第一卷胶卷，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第二卷胶卷，也是我在香格里拉的一些照片。然后我回想了一下，我是在什么时候换上我的第二卷胶卷的？大概是在我去阿布吉措徒步之后，我回到了我的旅店，然后我换上了这卷 Ultra Max 的胶卷。很遗憾的是，我的前一卷胶卷没有拍到阿布吉措，就是那个非常神圣的，像一滴大自然的眼泪的照片。阿布吉措这个湖的照片我没有拍到，非常遗憾。好，然后让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二卷胶卷，也就是在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还有一些在昆明的照片。好，让我们赶快开始吧。这张照片我拍的是香格里拉的噶丹松赞林寺，它是云南保存最好的、最大的一个藏族的寺庙，松赞林寺。当时我们在距离这个松赞林寺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坡上面，我们能看到这个寺庙的全景。当时是一个晴天，你可以看到天上有很多云，还有当时是一个蓝天，饱和度非常非常的强。第二张我们在一个好像是一个天葬台上面。什么是天葬台？天就是天空，葬就是葬礼，然后台就是一个地方。天葬台，天葬是一个藏族人民用来埋葬死人的一个方法。他们会把去世的人，他们会把死人用白布围起来，然后放在田野里面，让秃鹫就是一种鸟，让秃鹫来吃死人的尸体，这就是天葬。在藏族里面，大家会认为天葬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法，是一个你跟上天交流的一种葬礼的方式。然后这里就是他们进行天葬仪式的这么一个台子。你能看到这里有好多石头搭起来的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小的台子。好，下一张是一些彩色布条的照片。当时我觉得这些彩色的布随风飘动的样子非常漂亮，有非常漂亮的阳光，还有我也非常喜欢这些颜色，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这些有点像小旗子，但它们其实是彩色的经文。这些照片我觉得非常漂亮。然后当时这是多少给我拍的一张在这些彩色的布条前面的一张照片。我拿着我的相机，穿着我的羽绒服。好，下一张，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我最喜欢它的原因是，你可以看到在草地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阴影。当天可能是12点或者1点，所以有非常强的阳光，然后阳光就透过这些彩色的布条照在了这个草地上面，在草地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阴影，有些阴影比较深，
可能是因为是树的阴影，还有些阴影比较浅，就是这些小布条的颜色。我觉得这一块草地，还有在这个挂在树上面的彩色布条非常漂亮，所以我就按下了快门，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甚至比我想象中的更漂亮。因为我觉得，挂在树上这些彩色布条的饱和度非常大，所以我觉得 Ultra Max 跟 Portra 400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Ultra Max 它的饱和度会更大一些。你能看到前面我们的松赞04的照片，它的蓝天非常的蓝，饱和度非常的高，在这张照片里面也是这样。你能看到它上半部分这些彩色的部分，它的饱和度也非常的大。好，下一张到了这个小牛的照片，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的构图，因为当时有一个红色的栏杆，然后我从红色的栏杆之间拍了这个小牛先生。这个小牛先生在非常非常悠闲的晒着太阳，然后你能看到两边照片的最左边和最右边有栏杆的这么一个框架，然后这个小牛就被框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它可能在休息，也可能刚吃过中饭。当时可能是中午的时间，当时是中午的时间，这个小牛可能刚刚吃完饭在晒太阳，可能有点昏昏欲睡，它好像也没有看到我，我不知道小牛的眼睛能不能看到我。好，我们看下一张。对，这张照片也是我在松赞04的附近拍的。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的倒影，你能看到在湖面上面有非常漂亮的白云，还有非常漂亮的蓝天，还有非常漂亮的倒影。远处还有2座小房子，长长的、矮矮的小房子。好，下一张就是在松赞林寺里面的照片。这些藏族的建筑我觉得也非常漂亮，有白墙、红墙，还有上面有金色的转经筒。他们的建筑的构造和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寺的建筑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藏族文化的部分，所以整个建筑呈现出来的感觉也非常的特别。他们的纹样也非常的具有藏族的气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特然后这张照片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当时我拍这张照片很快，因为我想要捕捉到这2个老妇人背柴的这个画面。在这个画面里面有2个老妇人，她们的背上背了很多很多的柴。柴就是这个我们能够用来做饭烧火的这个工具，这个我们叫柴。对，他们的背上面背了2捆很大的柴。他们可能住在这个寺庙的附近，然后可能今天早上他们去山里面砍柴，或者他们的丈夫砍了柴，然后他们现在要把他们背回家。我觉得在旅游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非常真实的、非常鲜活的人，非常能打动我，所以我也会经常把镜头对向他们，而不是可能非常旅游景点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旅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有旅游景点，还有当地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每天干什么，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生活在这些地方会有什么跟我们不同的习俗、文化、信仰。
他们每天早上吃什么，他们怎么做饭，他们做什么饭，他们怎么这些非常生活细节的点也非常能打动我。所以当我看到这两个老妇人，他们背着柴走在松赞林寺的小路上，我觉得非常打动我，于是我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按了一张快门。而且我也觉得很厉害，因为这样子这么多的柴应该很重，然后我能看到他们的背都被这个柴压弯了，然后他们走路走得也很慢，我就觉得好安静，非常有力量，然后也非常的有生活化。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是我离开松赞林寺的路上拍的。我看到有2个工人，他们正在粉刷这面墙壁，但是他们身上没有绑防护措施，他们就这样高空的站在这些架子上面，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厉害。他们就这样站在这个上面，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他们在刷墙。我觉得不仅在松赞林寺，我能在中国的很多很多地方看到像这样子的工人，他们完全没有什么保护措施，然后就在可能搭脚架、搭房子的脚架，或者是给墙壁粉刷，完全没有一点任何安全措施，也非常厉害，非常值得敬佩，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危险。然后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是我们在独克宗古城拍的照片，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藏族的一个古城。虽然说我觉得有点商业化，到处都是商店，到处都是路边摊，但这个古城是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古城。当时我们看到了这一座非常漂亮的寺庙。然后最让我觉得漂亮的是下面有很多的樱花，这个我们叫樱花。然后左下角有开了很多很多漂亮的樱花。然后在照片的中间，我拍到了这座寺庙。对，我觉得这张照片也非常漂亮。当时可能是一个阴天，所以没有很多的蓝天，是很白的、很干净的天，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好，然后我们看下一张，这是一张非常悲伤的照片，因为我的相机坏了。你能看到我的相机屏幕出现了很多彩色的条，就说明我的相机的屏幕出现故障了。好消息是在今天，也就是4月21号，我的相机已经修好了，它已经康复了，它已经从相机医院康复了。我的相机医生把它修好了，现在它已经是出院了一个状态。但是在当时在香格里拉的古城，我用我的胶片相机的一个非常坚硬的角去撞到了我的数码相机，也就是我这台富士相机，所以我的富士相机就出现了非常难过的、非常悲伤的彩条。它的屏幕被撞坏了，然后我觉得这一刻也非常的珍贵，所以我就让我的朋友拍下了我和我故障的相机的合照。你能看到我当时的眼睛有一点红红的，我可能是刚哭完，所以非常的难过。然后我现在看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能感受到当时我的悲伤。一个是这块屏幕很贵，它花了我1000元修复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3年来第一次我的相机离开我，它不在我的身边，大概可能是花了1个星期左右，它不在我的身边，我能感觉到好像我的身边缺了一点什么东西，
好像我的生活里面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好像有什么东西它不见了，它消失了，就是这种很空的感觉，有一点难过，有一点缺失了一个宝贝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我的宝贝已经出院了，我非常开心。对，但是我看到这张照片还是有一点点的难过，对于当时的我有点难过。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昆明的一张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也非常有意思。这张照片在左边是杜莎，在右边是 Damien。当时我们在翠湖旁边的一条我最喜欢的街道，也就是文林街上面闲逛，然后我看到了一面玻璃，它能够很好的照出我们3个人，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来拍一张合照吧。但是呢，我无法看到我的取景器，我想看到我的整张脸，所以我就调好了参数，我把它放在了我的腰间，然后我按下了快门。我当时想的是，可能有我们3个人的合照，但当这卷胶卷洗出来之后，我发现只有杜莎和 Damien， 所以我可能是在照片的外面，我在照片的外面，然后这张照片拍的就整体比较往右边，所以你能看到后面还有广告牌，可能是干拌水果什么什么牛肉，有这个广告牌，但是我的一部分缺失了。还有你能看到对面的脸，它也被这些花给挡住了。我觉得这张照片也非常有意思。好，然后接下来这张照片是我在松赞林寺拍的。当时是我在玩一个公园里的器械，它是你可以扭动你的腰，然后进行一个腰部的锻炼。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松赞达寺这样一个寺庙里面，它有一个小公园，然后你在里面能看到很多跷跷板，然后就是一些运动的设施，这些通常出现在小区里面的，或者是街区街道里面的，然后出现在了一个寺庙的一个区域，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我的朋友帮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好，接下来这张照片是在我们的胶片店里面，这是昆明我很喜欢的一家胶片店。然后他们的店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外面种着很多绿植，然后有漂亮的红花。我觉得这个构图这个框架非常美，非常的有意境，然后我就按下了快门。然后这张照片是我给我的朋友 Damien 拍的照片，是我抓拍的一张照片。他可能在看这个红色的花，也可能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对，当时我觉得非常漂亮。Damien 在这个画框里面，就好像他在画里面一样，他跟后面的庭院的风景融为了一体。我觉得哇，太漂亮了，我要按一张快门。于是我就得到了这张非常漂亮的 Damien 的照片。好，我们看下一张。这张也是在我们的胶片店里面，当时在胶片店里工作的人给我们看了一个温室，一个绿房子。当时 Damien 跟我说绿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可爱，好有意思。因为在英语里面我们叫 greenhouse， 对吗？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叫温室，温就是温暖的温，室就是房间，所以 greenhouse 绿房子。如果是字面意思翻译就是绿房子，但它其实我们叫温室。温室就是在里面我们可以种很多植物。然后当时我看到了这棵树，它从这个温室里面冒出去了，我就觉得哇，太有生命力了，太神奇了，我就按下了这张快门。然后当时这个温室的顶上面，它的
天花板上面的这些透明的薄膜也非常漂亮，所以我是觉得这张照片也非常漂亮。好，接下来也是我在胶片店外面看到的，当时有一个工人他正在砍树，哇，我觉得这个叔叔太厉害了，他的爬树技巧非常的高超，然后他就刷刷刷爬到了树的顶上，然后就开始锯这些木头，而且也完全没有防护措施哦，他就很熟练的、很迅速的爬上了这棵树。下一张照片是我当时看到在前景的地方还有一棵很漂亮的粉红色的植物，然后我就想说把这个粉色的前景和这位叔叔砍树拍在同一个画面里面，然后就得到了这张非常危险的、非常刺激的、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厉害的、非常漂亮的照片。好，让我们看下一张。这张是我在摄影棚里面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当时我 Damien 还有多少我们去这家胶片店里面冲洗胶卷的时候，当时的胶片店的老板也非常的开心，他就想要为我们拍湿版摄影，还有铝版摄影，就是一种用那种非常古老的方式，很大很大的相机，然后你需要在暗房里面冲洗，然后慢慢看到画面显现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经历。我想我之后也会出一期视频来讲我们这一期经历，非常有意思。然后当时我就在这个摄影棚里面，拍了一张我的自拍，你能看到这是一张大光圈的照片，后面就是胶片社的老板，他可能是在摄影棚里面摆一些姿势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然后这张胶卷是叠片了，你能看到它其实有2张照片，下面这张照片就是胶片店的老板他在制作冲洗的一些化学液的过程的时候，所以你能看到有2张照片叠在一起了，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然后这边还有一张当时我们在香格里拉拍的照片，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的构图，它不是可能非常正面的松赞林寺的照片，但我看到了这里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框，我就想说我可以利用这个框架进行一个构图。好，然后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春光胶片社的老板的照片，他们在摄影棚里面调试这个灯光，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绝对要出一期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胶片社的经历。对，好，这就是我的2卷胶卷，我拍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照片，我想分享给大家。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我带大家回看我拍的照片的 podcast 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然后你喜欢这些照片吗？你喜欢拍照吗？你喜欢旅游吗？你喜欢去云南旅游吗？你喜欢去公园看大爷睡觉吗？你喜欢对着镜子拍照吗？你喜欢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然后这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我是 Cleo，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